那么下面讲这几个男歌手，实际上剩了3-4个男歌手也蛮有意思。我认为报仇的黑马就是迪玛希啊，迪玛希。咱们还是听他第3场是第2场的？他第1场那个啊，第1场的。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歌曲咱们听一听啊，就是我外孙女走之前，他一直在放他这个，就一个忧伤啊什么，这个一直在放他这首歌，他们非常喜欢。虽然它具有4个8度高啊，但是孩子们还都喜欢。这个这样啊，很好的要注意它。一个忧伤者的求助啊，法语。使我想起什么音乐剧，法国音乐剧。迪玛希唱法诗，他爱意美声啊，对手太多，他随时能抽开。他美声的底子是维塔斯的他后半部分的花香，还有像女生的花香，到超高音了。马上的声音，注意，是非常。承认这是大开大合，大收大放，放出来以后突然收回，这是何等功力！放出来，这用点美声，我想半场唱。超高音，上，少爷说的，要超高音的超高音。好，这个我们完整的听了一遍呢，我们再聊这个迪玛希啊，他已经变成一个这个影响中国乐坛的这个黑马了。从歌手里走出来，这一届如果是最大的亮点，我认为是迪玛希。迪玛希征服人的三句话吧，我给他总结3句话，这3个运用。他一个就是运用高低，就高低音运用非常之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用开合的运用，他非常
自然，还有就收放的运用，三个层面的东西。它的高低音呢，我们想它的属于我目前看到的歌手啊，它是具有4个音区的运用啊。那如果是中央 C 这一小至1组以下的，我们讲经常胸音或者是口腔的声音，这个运用呢，这是一层，它完全能下得来。那么到了高音的时候，我们是小至2组，高音它运用很自如，很轻松啊。那么到超高音的，刚才看到超高音的小至3组，它仍然头腔那么好，就面罩音，它那种声音那么结实脆亮，甚至带有种小花腔，它表现得非常好。关键它还有一个第4组，那就是哨音了，出现小哨音是吧？我们有时候叫海豚音，那种哨的声音，它是超高音的上面一组，那么它具有4组的声音的掌控能力。我认为这个技术层面有3个技术层面，一个是基础技术，一个是高能技术，还有一个超人技术。我认为它是个超人技术。这个技术能力啊，我们经常我和我们这个钟老师也在一起探讨啊。很多人在有些选秀场呢，当然是不主张这个微技术型的人，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在教育上，我们在中国的歌手，我们需要的什么呢？就是国际化的、世界一流的，或者我们叫世界巨星，为什么出现不了？我们没有提供这种资源，就是我们在观念上仍然停留在落后的层面上。像马瑞凯瑞、惠斯尼休斯顿，像这样大的这个欧美的歌手，还有英国的歌手比昂斯，这样都是非常提供了一个世界的巨星麦当娜是吧？这个美国更多一点，英国也不少包括摇滚乐队。但是我们很多歌手像麦当娜演过音乐剧，他们具有这个，加拿大的歌手也不错，也有。像能够除了一个这么亚洲，能够除了一个这么像这个迪玛希这样歌手，他获得过这个什么欧亚比赛的一个冠军，他是号称他是一个他们国家的一个国宝级的一个歌手，那就证明什么？他是用技术能力来征服世界的，来征服我们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技术能力。有的人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永远不会提这个能力。但是我们作为我们长辈来看待下一代来讲，这些年轻人我们必须要突破自己的难点，就是我们要有一种能力。我们真正当歌手不容易，不要多少年不练，一上台还票价很高，又跑调了什么，这个就不对了。职业歌手一定是带有一种职业性，就是你永远要练习，甚至你在一场这个独唱音乐会上你表现的不凡，你是真正艺术家，或者在一个音乐剧上你担任的是主角，你具有全面的演技这个才是我们要追寻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迪玛希的演唱，我们不仅看到很多年轻人喜欢，包括像外孙那13岁的孩子就反复的听，我就感觉纳闷了。你要说孩子应该喜欢他的儿歌呀，他为什么喜欢这个呢？艺术是无国界的，艺术也是无龄后的是无龄界的。所以只要你好，他们有些孩子少年他会喜欢，他会追寻。我希望我们对这个迪玛希作为一点解读，我们听他一首歌就够了。他是我们这一届的黑马我们从他发声到他的技术，到他艺术表现，不是说只有技术，他没有驾驭能力，他解读歌曲的能力，解读作品，像这种歌曲，他特别像我想起来这个钟楼怪人的我们法国的那个音乐剧那种也音区走向，但它比这个音域宽得多非常好所以我想呢，
这个是我要重点的说这个啊，迪玛希啊。我们再说一个，这个萧敬腾啊，这个狮子合唱团一个那个听一耳朵吧，这个昨天呢获得第1名，评价很高，这个对，今天就到这儿啊，看看还有谁的问题。问这个迪玛希属于音乐类型哪一类？他很难分，他是个超能是技术型的歌手，他显然在我们运用的时候，大部分的我经常会运用在很多音乐剧上，在人物表现上，他要表现的超强的能力。你会发现我们在写音乐剧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写得那么简单？因为只有音乐剧表达人物和感情是得到充分的释放。那么充分的感情、充分的能力、充分的他这个角色感，他要求你的演绎这个作品的能力要极强。极强靠什么？技术、感情。这个所以他呢是能表达这个的。有些歌手同样都在一台献技，同台献技，但有的歌手是他不可以能达到这个水准。就跟我们导演，但一群人都很漂亮，说谁能演电视剧，那么他一定有的能演，有的是不能演的。他的区别就是这儿。